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们从抖音这个事情说起啊，然后简单回顾一下这几个月发生的中美对抗的几个事情啊，从中美的断航风波啊，中美的互相关闭领事馆啊，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美可能互相驱逐记者啊，我们一起看一看中美两国对抗冲突的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啊，临界点呢是否到来？那我们先看一下抖音被出售这个事情。那我在上周的节目里面呢讲到过，抖音在美国的业务可能会被出售或者剥离啊。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呢，可能是被红杉资本、General Atlantic 等美国投资者收购。那并且呢，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还要保留少数股权啊。那这周呢，看来这个提议呢，明显是被美国政府给否决了。那目前的最新消息呢，是抖音在美国的业务会出售给一家美国公司。那市场传言呢，有可能是微软啊，并且字节跳动呢也不再持有任何的股权。而且特朗普呢还给这个交易呢设定了一个时限啊，是要求在9月15号之前完成。那紧接着呢，字节跳动在8月3号呢就出了一个声明啊，他声明说字节跳动呢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公司啊。根据目前的情况，字节跳动考虑在美国之外的主要市场重新设立 TikTok 总部，以更好的服务全球用户啊。那这个呢，英国的《太阳报》啊独家有一个报道说，这个总部呢有可能迁往伦敦。而且说英国政府呢还可能为 TikTok 在伦敦设立总部在政策上开一个绿灯。那 TikTok 在业务在美国遭遇挫折以后呢，他把这个总部迁往海外，这个明显呢他是担心他的业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遭遇同样的压力。那担心各国其他的政府呢也仿效美国，以国家安全或者是这个用户信息安全的名义封杀抖音啊，所以他要打一个提前量，就把总部呢干脆从中国迁往海外。那抖音呢，大家知道其实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出海最成功的一家企业啊。这个阿里巴巴和腾讯呢，虽然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里面市值最大的但是呢，就国际化这一点来说呢，他们做的也不够好。那抖音呢，可以说是真正中国人自己创建的，然后成功出海的，而且是风靡全球的一家互联网企业非常难得。那这次他遇到的困境呢，可以说非常有代表性中国企业在海外拓展呢，明显开始遭遇各种各样的阻力。那这种阻力呢，主要体现为各种的不信任。那名义呢，基本都是用国家安全但是大家知道安不安全这个事情，说白了，它本质还是一个信任问题就跟你跟一个人相处你如果对他的价值观不了解，或者对他的这个行为动机不确定而且还对他有一种某种怀疑那你就谈不上安全。但如果你跟一个知根知底的朋友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安全的多或者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你会觉得安全。所以这个安全的本质呢，其实是个信任问题。那抖音这个事呢，在中美对抗的企业层面绝对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呢会引发其他的企业的一种跟风的动作或者说一种广泛的担忧。那最近呢，就有一个视频会议软件公司 Zoom 大家知道 Zoom 非常的也是非常的火。它是去年6月份呢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也是华人一个华人创办的，叫袁征。他这个人本身呢之前也是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在中国江苏的泰安市。后面他是1970年出生的，后面呢90年代中期就想移民美国去美国工作申请了8次签证8次被拒，第9次呢才成功。那后面在2011年呢创建了 Zoom 这家公司后来19年上市，目前呢非常火爆，市值呢也是800-900亿美金。而且它的这几个月风头尤其正盛就是在4-5月份吧，在上半年，在 App 下载量方面不是 Zoom 第一就是抖音第一就是它俩就是不是你第一就是我第一，可以说是非常火爆的一款这个应用软件。那他在8月4号发了一个什么声明呢？他发了一个声明，就是他将停止向中国提供直接服务，仅通过第三方提供。那大家一看这个新闻就明白这个 Zoom 它明显是在设立一道防火墙，把自己和中国的业务这块的风险隔离起来他担心呢美国政府对他也有所出手，或者对他有所措施，所以说等于做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动作。那通过这个抖音的事件抖音把这个总部迁往海外，还有 Zoom 的事件大家后面可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它基于这种安全的这种考虑，它会在某种程度上跟中国进行一些剥离或者割离。好，这是抖音这个事儿。接着我们再说一下，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中美记者互相驱逐的事件。那在8月3号的时候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他发了一个微博他说这个很多的中国记者签证的有效期因为现在美国给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非常短，只有3个月，每3个月的话需要续。那到目前为止呢，据他所了解，还没有给
这些中国记者的签证的续期给予批准所以很有可能在8月6号这个截止期到的时候，他们依然拿不到这个签证的延期。那这样的话，这个中国就可能会被迫把这些记者全部撤出并且呢，胡锡进讲可能会中国政府呢也会进行猛烈的报复。所以这是即将又会到来的这个中美在媒体领域的一个对抗的一个冲突升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年初到现在，这种对抗一直在加剧一直在升级。那到了互相关闭领事馆这个节点上，已经升级到非常高的一个高度。那每次的这个美国出手的这个原因就2条，第一条就是国家安全，还有一条要么就是所谓的对等原则。那这个对等原则呢非常重要，我在这儿呢想强调一下它这个英文词呢叫reciprocity。reciprocity 呢，很多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互惠就是说互利互惠或者说双赢怎么样。但实际上本质呢，它讲究的是一个对等原则就是在美国能做的事情那在中国也能做，在中国能做的事情呢，在美国也能做，就是你给我什么条件，我就给你什么条件它非常强调这个对等。那在网上呢中国网友贴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意思，中国的这个企业或者中国的记者可以在美国进行运营，但是美国呢在中国呢受到很多的限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所以说从川普时代开始呢他就不再给中国一种特殊的待遇或者说给中国的这种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特殊待遇或者是承认它的这种中国特色。那基本从川普时代开始呢，中美所有的交往都必须遵循这种对等原则你看从关税大战就是个贸易协定对吧中国出口给美国多少商品，那美国呢也要出口给中国多少商品这个金额要对等。然后到中美的断航风波互相航班，你让我飞几个航班，我就让你飞几个航班中美断航，到这个一直到 TikTok 这个被禁其实每一项呢都是在落实这种对等原则。那这种在对等原则和国家安全这两个措施和方针的这种步步紧逼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美的关系中美的冲突正在迅速逼近一个临界点。那到了这个临界点以后呢可以说要么就一方行为进行退让，行为方式进行改变，那要么呢就是冲突的全面升级和全面爆发这个就像这个两个人相处一样当互相彼此不信任从不信任到这种有隔阂到有敌意到这个冲突到一定一个节点的时候，到这个节点要么呢另外一个人就行为方式改变或者两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改变，那要么呢就是大家大打出手矛盾彻底爆发。那两个国家呢也是一样。那现在呢就面临到这个离这个临界点越来越近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就是说发展到现在的话美国和中国呢各自的这个行为方向会就是分析一下他们的可能性。我们先说美国这边，美国这边呢它因为是一个民意驱动的国家，不管是总统竞选或者参议院、众议院两院出台的法案，还是到政府的具体的执政方式，它没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呢，它是很难做成的。那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呢，罗斯福总统呢他早就认为美国应该参与到二战中来而且应该尽早参战，但是美国的民众呢他不愿意他承平日久，奉行孤立主义的原则过好自己的日子，那迟迟的不愿意卷入二战这场浑水。那直到呢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发生这个参战的民意呢被瞬间点燃瞬间激发，罗斯福呢才最终得以实现了对法西斯的正式参战。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民意是一个什么情况。美国呢有一个智库的中心叫皮尤中心，它呢对普通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持续的进行民意调查。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那这张图呢是统计的从2005年到2020年美国对中国的负面看法的一个或者是正面看法的一个变化百分比的变化。大家可以看到从2005年到2017年整体来讲呢，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有正面的时候，有负面的时候整体在40-50%这个地方徘徊，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但是可以看到，从2017年、18年以后这个形势就陡然发生巨大的变化。美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是持续的增长一直到这个最近的这个，这是3月份是66%最近更高了，达到了73%。就是在6月份到7月份对1000名美国人做的电话问卷调查，最新的显示有73%的受访者对中国呢持负面看法。
可以说比2年前呢增加了26%，啊，比最新的这个3月份66%的那个数据呢也上升了7%，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看一下各个团体啊，就各个不同，美国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啊，它这个社会非常复杂，是移民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这个团体吧，对中国的这种负面看法。那可以看到，关于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啊，这个总体来讲，共和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更深一点啊，达到72%。然后在这个学历方面，这个大学毕业及以上啊，持负面看法的达到68%。然后在年龄层面呢，就是年龄越大啊，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这个越多啊，这个50岁以上的达到71%。然后我们具体再看一下这个共和党啊，和这个民主党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看法的一个比例啊，其实刚才也讲了，就是这个图还是一样的啊，就是共和党的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总体来说要更消极一点，更多一点啊，民主党稍微好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啊，参议院呢目前是由共和党啊多数席位所掌控，那众议院呢目前是由民主党所掌控。那可以说两院呢在很多立法问题上呢，大部分都有巨大的分歧啊，比如说最近的这个财政救助政策啊，或者许多的很多问题都有巨大的分歧。那唯独呢，在涉及中国的很多议题上，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争议，几乎都是全票通过啊。而且有时候众议院呢，他提出一项针对中国的法案啊，表决通过以后呢，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他还会修改这个法案，把它修改得更加变本加厉啊，对中国呢更加严苛啊。它最终呢也会得到两会的这个表决通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立法层面的这个参众两院啊，对中国的方针政策高度一致。那这样呢，我们就会看到，无论从民意调查的角度，还是从立法层面的参众两院啊，再到特朗普执政的具体方针措施，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呢，已经发生了这种根本的改变啊。很多人呢说寄希望于大选以后特朗普下台啊，这个国内喜欢说他是疯王啊，说 Mad King。那美国对中国的这种行为方式的改变啊，其实是会很难啊，因为美国我刚才讲是一个民意驱动的国家，这个广泛的民意已经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团体形成，一旦形成以后呢，这种趋势力量就很难改变。所以这样来讲啊，美国呢依然在未来可见的这个时间里会看到，依然会通过这种对等的这种要求啊和国家安全的这个借口啊这两点吧，继续对中国持续的这种施压。那好，这是美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中国啊，看看中国的行为方式是怎么样的。那中国目前来讲呢，对美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总体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守势啊，就防守的态势。那虽然呢，这个民间有很多的言论啊，很多义和团式的言论和战狼式的这种外交，但是中国从整体来讲，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任何向美国直接主动的发起挑战的这种行为啊，比如说主动驱赶在美人员啊，主动驱赶在美的企业啊，主动关闭在美的一些经营和运营而且中国大家知道，在2019年5月31日呢，就宣布了实施有这种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宣布了这么一个制度，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一次真正拿出来使用过。好，这就随着美国刚才讲了，随着美国以国家安全和对等原则这两条路线的持续施压和逼迫，那中美两国呢，可以说迅速呢就会来到这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呢要么就是中国改变行为方式然后中美退让，要么呢就是面临一个总的一个爆发那总的爆发以后呢，这个升级的速度就会非常非常快这个就是就是两个刚才我讲了，就像两个个体的矛盾一样，达到一个临界点以后要么一方退让，要么大打出手。好，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做的分析我们从 TikTok 抖音的事件说起这个大致回顾了一下中美矛盾冲突升级的几个事件一直讲到到这个中美两国的这种可能冲突的一个路径和变化。那目前来看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广泛的民意已经形成在参议两院呢也有高度的一致。那基本这个行为模式它不会有太大的偏差，那所以说这个球呢大概率就是踢到了中国这一边基本就是看中国政府和中国整个这一边它的行为模式会不会有一个改变如果行为模式就是有所改变有所退让，那这个中美的矛盾呢可能会有一个缓和。但如果呢中国没有行为方式没有变化了，那这个矛盾的烈度这个冲突的烈度就会达到临界点之后就会迅速升级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3个月之后或者是3到6个月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或者说比较剧烈的一个矛盾冲突对抗的一个局面。好了，这就是今天我给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